是俄罗斯除普大帝以外最硬的男人，是绿色贝雷帽最厉害的特种兵。可就是这么一个顶尖兵王，在退役后从老挝徒步走回莫斯科时，被当地警察给拦了下来。他立马把证件掏出来，可那俩人连看都不看，摆明了就是专门来找茬的。一人翻开他的背包，没查出什么东西，又把注意力转到他身上。老兵没办法，只好亮出随身带的军刀来说明身份。这一下把两个警察吓得够呛，哪怕他解释自己有合法的持刀许可，对方还是不依不饶，硬是把刀给没收了。老兵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也就没反抗，配合着让对方铐住了双手。可这俩人压根不想轻易放过他。见他不吃硬，又掏出手枪来威胁老兵，不愿多纠缠，转身往车那边走。就在他刚要上车的时候，一个警员照着他后背就抡了一棍，那声音就像砸在钢板上一样。要是在真正的战场上，这小子早就没命了。随后男人被带回警局，身上所有随身物品都被收走，最后被扔进了拘留室。这里其实能看出来，基层警员敢这么肆无忌惮，背后一定是长期缺乏监督，已经习惯了对普通人和外来者先扣帽子再找理由。小队长听说自己手下被人欺负了，以他的脾气肯定忍不了，他跑到拘留室找到男人，抡起警棍上去就是一下。Ты крутой. Тебе больно интересно. Смотрите. 不过他现在打得有多爽，待会儿就会有多惨。男人被这一下彻底激怒了，反手就给他来了一记重击。当队长的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？他刚要发难，就被一个警员拦住。Почему задержанный в камере в наручниках? Ты как со старшим по званию разговариваешь, а? 原来是副局长要见这个男人，队长只能先咽下这口气，跟着去了办公室。副局长问男人叫什么名字，男人压根儿不搭理他，心想自己无缘无故被抓，证件给你们又不看，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混进体制内的。这时局长走进房间，说是有几个重刑犯在转移途中越狱了，最近要对陌生人多加提防。他看见眼前这个生面孔，好奇地凑上前观察，又要来男人的证件查看，结果一看吓了一跳，少校沙马诺夫这种人物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？局长大发雷霆，骂手下抓人前为什么不看证件，简直是一群酒囊饭袋。别看局长这时候说话挺像个人，其实他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他把随身物品还给沙马，却单独拿走一个音乐播放器把玩了一番，然后请沙马进办公室，随手把播放器放在桌上。正是他这么一个随意的动作，给整个警队带来了灭顶之灾。两人虽然不在同一个系统，但级别差不多。局长陪着笑脸，沙马却在观察办公室的环境，这里的摆件和酒水都价值不菲。从这个细节就能看出来，这个镇子的执法系统已经烂到骨子里了。他不想跟这种人浪费时间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多聊一句都怕脏了自己的嘴。他转身离开后，局长气得牙根直痒痒。沙马刚走出办公室，迎面碰到一个漂亮姑娘，心跳突然就漏了一拍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。姑娘叫纳斯加，是镇上咖啡馆的服务员，今天来给营业执照办理延期。他按照规矩递上一个信封，里面装的是什么大家心里都有数。本来放下信封就该走人，可现在局长火气正大，纳斯加来的太不是时候。在这个小镇，局长就是最大的恶霸，没有他得不到的东西，也没有人敢拒绝他。大家好，我是黑衣，恭喜你在蹲坑时刷到这部超好看的高分俄剧《碎石行动》。第一期解说，手机电量不够的义父们赶紧插上充电器，跟我一起开始这段惊险难忘之旅吧。另一边，沙马刚走到警局门口，习惯性的去摸 MP3， 才想起来落在了局长办公桌上。他折返回去，这一回去精彩的场面就来了。他径直走进办公室，刚好撞见局长在欺压百姓，两人吓得赶紧站起来。其实这里的事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只要拿上 MP3 就能离开。可当他看到女孩那无助的眼神，骨子里的血性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了。局长让他赶紧走，没看见这边正办公吗？他刚要上手去推沙马，沙马怒了。За помощью к тебе приходит, говоришь, да? За помощью. 随后沙马顺手抄起一个烟灰缸，又拽下电话听筒，就凭这两样东西足够保他们安全走出警局。沙马拉着女人离开局长办公室，正好跟一名警员擦肩而过，烟灰缸立刻派上了用场。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，这么多年他们从没见过有人敢在这里动手，一时间竟没反应过来。
沙马带着女孩继续往外走，他本想从后门离开，却误打误撞进了队长办公室，刚好撞见那几个之前难为过他的警员。Ты что потерял здесь? 转眼间放倒一大片，这种身手一看就不是普通人。门外又回来一个警员，看到屋里的惨状，肾上腺素飙升，本以为能立功，结果把自己搭了进去。Ну ты попал. 打开后门时遇到副局长，二话不说直接开打。沿途的小警员基本是一脚一个，最多3招，多1招都算他输。就这样，沙马一个人轻松干翻了整个警局。临走前还淡定地跟2个不知情的警员借了根烟。这里能看出来，沙马这一路看似在闹事，其实他始终没有主动升级武力，只是用最短时间解除威胁。这种克制和精准，恰恰说明他受过严格训练。本以为危机暂时解除，没想到被打晕的小队长已经醒了过来，立刻通过对讲机命令门外的人拦住他们。结果被沙马硬生生拽了下来，担心纳斯加遭到报复，沙马打算带他一起离开，但善良的纳斯加不想连累他。眼看大批警力正飞速逼近，沙马只好骑着电瓶车独自逃走。很快，身后的警车就追了上来，警员们还举着枪朝他疯狂射击。好在沙马反应迅速，靠着灵活走位，及时躲开了子弹。不料前方是条死路，他干脆直接弃车纵身一跃，这才有惊无险的脱身。追来的小队长也正好打光了子弹，趁对方换手枪的间隙，沙马飞快爬上推土车。与此同时，警员开车从另一条路赶来，队长见状立刻钻进去，下一秒沙马就开着推土机把他们死死压住。他们本想加大油门挣脱，可沙马根本不按常理出牌，反而抬起重臂如了他们的愿。几番交手下来，可把局长气炸了。他再次组织人马围猎沙马，没想到沙马用战术迂回杀了个回马枪，把负责照顾伤员的几个人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很明显，心地善良的沙马并不想大开杀戒，因为这一切后果都是局长一手造成的。可局长铁了心要置他于死地，沙马也只好陪他们玩下去。谁成想，局长年轻时也当过侦察兵，凭借残留的侦察意识，很快在地上发现了蛛丝马迹。他判断沙马一定就在附近徘徊，于是提前趴在地上埋伏，想来个守株待兔。这一招还真奏效了。没过多久，毫无防备的沙马就出现了。一声枪响，沙马小腹中弹，局长的耳朵也被钢叉划出一道口子。沙马忍着剧痛，在枪林弹雨中逃开了。就在局长小心翼翼地搜查时，沙马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在他身后。事到如今，沙马仍想给对方一次改过的机会。沙马多次占上风，却不下死手，不是他天真，而是他清楚一旦杀人，自己和对方就没有区别了。但正因为这份仁慈，接下来差点让他万劫不复。作为战斗民族的一员，局长非但没有知难而退，反而动用关系紧急调来一架直升机。巨大的轰鸣声让沙马提前做好了防备，可想在空旷地带躲过空中搜索实在太难。没过多久，局长就在河边发现了正在补水的沙马。
所幸双方距离较远，几枪都擦肩而过。逃跑中，杀马很快被逼上绝境。虽然他在最后一刻冒死跳下悬崖，可后背还是中了一枪，最后在崖壁上翻滚几圈后重重摔进水里。局长见状没有松懈，命令驾驶员一直在上空盘旋，确认杀马是否被击毙。几个小时过去，始终没发现他的身影，局长这才放心离开。但他不知道杀马根本没有死，而是幸运的被一位老人在岸边救起。更巧的是，救他的人正是在乡下避难的纳斯家的亲爷爷。杀马没想到自己刚退伍回来就接连遭遇这么多悲剧，或许是出于自责，伤痕累累的他决定连夜离开。可此时纳斯家已经对他心生情愫，希望杀马能带他一起走。Ты не можешь вот так просто уйти и бросить меня здесь! Это нечестно! Я не смогу здесь больше жить, понимаешь? Я умру здесь. Я умру здесь, понимаешь, умру. Я должна пойти с тобой. Я должна пойти с тобой, мне все равно куда угодно. Куда ты захочешь, лишь бы отсюда, слышишь?对纳斯加来说，他刚刚经历了局长的欺辱，正处于崩溃边缘，而杀马的出现就像黑暗里照进来的一束光，再加上整个小镇都被局长控制，他只能逃走。最终杀马还是没能拒绝，决定带着他一起离开。由于杀马伤势过重，两人决定先休息一晚，等天亮再走。但不料激烈过后的平静只是表面，一场暴风雨即将到来。第二天就有一伙亡命徒路过这里，他们光天化日闯进院子，还开枪打死了出来查看的老人。听到枪声后，杀马立刻把军刀交给纳斯加，叮嘱他赶紧藏好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持枪歹徒就推门闯了进来。眼看对方人多势众，机智的杀马没有硬拼，而是故意装作虚弱的老百姓。临走前，一个黄毛还是发现了躲在阁楼上的纳斯加，但他没有告诉同伴，而是打算找机会再回来独享。殊不知，这个愚蠢的想法等于是给自己挖了坟墓。通过交谈，杀马得知这帮人打算坐小船逃出边境，于是他借口要修发动机，支开了2名歹徒。谁知那个黄毛主动提出去草房帮忙拿工具，杀马心里很清楚他打的什么算盘，所以眼下必须先解决这个光头男。他盯着对方腰间的匕首，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，随后飞快把匕首顺走，谎称可以用它维修发动机。等对方放松警惕，杀马直接抓住机会发动了致命一击。另一边，黄毛顺利把纳斯加骗下楼，反锁房门就开始动手动脚。纳斯加当然不会顺从，拼命反抗。这一下彻底激怒了黄毛，他心想既然得不到，就干脆毁掉，于是用绳子勒住纳斯加的脖子，想把他吊上房梁。幸好危急时刻，纳斯加对着他的软肋奋力一脚，这才侥幸脱身。接着他又在草垛里找到杀马留下的军刀，那一刻他终于下定决心要跟对方拼命。很快，黄毛拿着钉耙冲过来，却不知道纳斯加已经躲在门后。等杀马拿着武器匆忙赶到时，惊讶地发现纳斯加已经独自完成了反杀。纳斯加从最初的无助到拿刀反杀，不是突然变强，而是被逼到绝境后爆发了求生的本能。接下来，杀马不再给其他歹徒任何机会，势必要让他们为老人的死付出代价。Ружьицу положить? Да, бери. 虽然他们联手解决了所有歹徒，但不得不接受爷爷已经离世的残酷现实。没等他们缓过劲来，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动静，原来是局长带人找上门来了，还调来了大批特警支援。这下麻烦大了。局长带人进屋，看到了死去的劫匪。为了掩护杀马，表哥主动站出来，激动地说全都是自己一个人干的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警员在房间里找到一把尼泊尔军刀，局长一眼认出这是杀马的武器，断定他就藏在附近。为了逼杀马现身，局长恶狠狠地抓住纳斯加，把他拎起来逼问。要知道纳斯加也是受害者，可局长已经被仇恨蒙蔽，完全不在乎法律，强行就要把他带走。Ты что, стерва, делаешь? Отставить, говорил! Отставить! Ты что, шалел, что ли? Ты что, за стрельбу здесь устроил? 幸好特警队长及时出现，当场指责局长，并让人赶紧把纳斯加送去医院。局长的所作所为让特警队长再也无法容忍，他随即接手此案。毕竟杀马这样的危险人物不能放任不管。Взять живым? Есть. Понимаю. 接到活捉命令后，
特警队长带着专业特种部队在丛林里展开搜索。这些人跟之前那些昏头昏脑的警员完全不同，他们快速追堵，很快就把沙马逼到了一处民房。这段故事看下来，沙马多次占上风，却没有下死手，不是软弱，而是他清楚，真正的强大不是把对手踩在脚下，而是明明有能力伤害别人时，依然选择克制。真正的英雄不是永远不受伤，而是受伤之后还愿意相信正义。至此，碎石行动第一期解说就完了。面对来势汹汹的特警部队，沙马该如何反击呢？正义的天平能否倾向于他这边呢？他与纳斯加能否走到一起呢？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，一起期待下一期的精彩内容吧。